中国元首会见到访的美国国会访华团后，舆论对中美避开修昔底德陷阱更有信心了。那您对此怎么看？中美进行了3轮激烈的竞争以后，现在呢，双方都感到需要重新的协调对彼此的立场。特别是美国在对华发动贸易战、芯片战和投资战以后，发现自己呢也很受伤。要是中美继续斗下去，那么不仅呢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麻烦，也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无论是美国政府、国会，还是美国企业界、科技界，今年呢都开始变调，把过去的脱钩断链弱化了一些，变成去风险。另一个变化呢是，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还是这次来访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都说呀，中美要竞争，不要冲突，要管控竞争带来的风险。这实际上呢是在变相的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另外啊，美国以往谈中美合作只谈一项，就是气候变化。但舒默这次访华以后说呀，中美呢要在贸易、竞争环境、地区冲突等领域合作，等于说呢要扩大合作。对于美国对华关系表现出来的缓和态度，中方呢也表达了善意的回应和倡导。习主席呢会见舒默一行事，就进一步的阐述了中国的世界观和对美关系的立场，强调呀，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呢是机遇而非挑战。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习主席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人类的前途命运。那么，在世界格局极不稳定的当下，在地区冲突此起彼伏的现在，习主席的谈话呢，在全世界媒体快速的传播，讲出了人们共同的心声。尤其呢是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这句话。比如说呢，英国广播公司的标题就是习近平会晤美国参议院代表团，称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这释放出的信号是，中美交往的态度明显友善，沟通呢也更趋细致。当然，中美关系要回到健康稳定的正确轨道上，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特别呢是美国要拿出具体的行动。两国关系呢得由两国共同经营。现在呢加快交流和对话的气氛算是烘托起来了。根据韩国总统室的说法，美国同意韩国三星和 SK 在华工厂进口美半导体设备。那您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具体表现吗？坦率地说，这的确呢是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但是这种放宽对华芯片及技术出口的事儿是中国斗争来的，是跨国公司争取来的。同样呢，也证明美国不顾市场规律对华进行技术封锁是走不远的。回顾过去1年的中美芯片战，有4件事呢是举世关注的。首先呢，中国进行了强烈的反击，从法律和经济规律上揭示美国限令的不合法性，通过对美光等美国芯片企业的对等反制，来让美国切身感受到制裁的苦痛；通过对加热等芯片材料进行出口限制，来警告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呢是全球性的，缺一不可。其次呢，是美国芯片企业联手向美国政府申诉，希望美国政府对华芯片限令不能太过分，否则呀，美国企业会失去中国市场，进而影响美国芯片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因为中国每年的芯片进口量高达2000亿美元，这个美国企业呢是靠中国市场发展的。韩国企业呢也向政府申诉，对美国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提出异议，这个讲述丢掉中国市场的危害性。3呢是美国商务部长访华期间，中国华为发布了新的5G 手机，其中使用的呢是中国自制的7纳米芯片，这让美国和欧洲、日韩的芯片制造商相信，对华芯片和技术限制越多，那么中国自身研发芯片的能力就越强。用芯片来限制阻挡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呢是不可能的。第4呢是包括台积电在内的知名芯片企业在美国呢扩建了工厂，却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芯片产出时间呢不得不推迟1年。其他芯片企业也是一样的，缺乏技术工人，不是说呢哪儿投资就能在哪里快速的投产，但是中国呢却有很好的技术工人。那么这些故事综合起来，就促使美国政府就对华芯片政策进行微调，同意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勿限期进口美国半导体设备，允许呢在中国生产芯片。不过我们呢得清楚，
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只是开了一道小小的缝儿，这对韩国企业网开一面，并不意味着中美芯片争端有根本的好转。美参议院2党议员代表团访华行程进入第4天。9号上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他们会见。对于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隔4年再次访华获得高规格接待，观察指出，这释放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下月将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的最强烈信号。而与此同时，韩国政府通报，美国政府已经同意2家韩国企业的在华工厂进口美国半导体设备，这又释放了何种信号？来看报道。王文涛在会见舒默率领的美国参议院2党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也具有全球性影响。两国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的发展进步完全可以成为对方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方不回避竞争，但竞争要基于国际经贸规则，应是公平良性的竞争。希望美方精准界定安全边界，避免泛安全化、政治化、工具化。王文涛指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为两国工商界合作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王文涛重点就美对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制裁中国企业、人员往来限制和中国在美投资企业享受公平待遇等问题表达关切。舒默表示，美中经贸关系对两国至关重要，美国会2党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愿与中方加强沟通交流。据悉，舒默10月7号从上海开启访华行程，接下来还将访问西安。此外，据美媒此前报道，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原本计划在访华行程之后访问日本和韩国，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10号晚间突发声明称，由于外部事件，代表团在访问北京后取消了原定前往日韩两国的行程。外媒分析或与巴以冲突有关。舒默等美国参议员此行最受关注的安排是9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的会见。美国议员们当天稍晚时候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介绍了相关情况。舒默透露，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他们的会见长达80分钟，双方进行了坦诚、富有成效的交流。We do not seek a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building on the honest but productive conversations we had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discuss our shared interest in long-term stability for two countries.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也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中方接待美方参议员代表团的一系列安排都远远超过了美方此前的预期。这次访问对于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人民来说都是一次进步。 There was a level of detail in these meetings.On these issues that we hadn't had in 4+ years. I felt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prepared very carefully for these meetings. And I think a commitment to extend this conversation that will be good for us and productive for us as we go forward. Many of the meetings. 外界也对舒默一行访华或高规格接待倍感振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分析指出，这预示着中国最高领导人可能在今年秋天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一次备受期待的会晤。香港南华早报认为，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会谈，释放出中美元首或将在美国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会晤的最强烈信号。实际上，美方对这场会晤期待很高。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引述白宫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为中美元首在旧金山的会晤制定计划，并称这将有助于稳定世界上2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位匿名美国政府高官对尚在安排的会晤十分乐观，他用非常确定来形容会晤的可能性。但另一名消息人士则强调，拜登总统期待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但尚未得到任何确认。在近日的记者会上，拜登本人也强调期待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面。 What are the prospects for a meeting between you and President Xi of China in San Francisco next month? There is no such meeting set up, but it is a possibility.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 White House is coordinating directly. Quite frankly, the senator's office doesn't have any remit on setting up that meeting. I think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go through, and it's part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larger effort. They've done a series of high-profile meetings going into China. 这一次会谈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友好的非常良好的。我想，这样一种富有成果的会谈，对于中美关系延续近段时间以来持续恢复缓和这样一个势头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毫无疑问，它在客观上也将有助于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双边关系的氛围，进而为这个接下来在美国召开的这个 Apec 峰会当中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这个奠定一定的基础所以我想我们有理由呢对此持有一些更加乐观的这样一个预期。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近期高层接触频繁，也令一些东亚芯片产业链的国际合作继续推进。事关美方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的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工厂。据韩联社9号报道，韩总统室经济首席秘书崔香木当天证实，美国政府近期通过出口管制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经济安全对话渠道向韩方通报，美方最终决定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华半导体工厂指定为经验证最终用户，简称 VEU。所谓 VEU 清单是一种白名单机制，被列为 VEU 之后，企业不需另外获得批准即可适用美国出口禁令豁免。韩媒分析指出，这事实上是获得无限期豁免。 이번 미국 정부의 결정은 우리 반도체 기업의 최대 통상 현안이 일단락되었음을 의미합니다. 去年10月7号，美商务部升级了对中国芯片业的打压政策，全面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的同时，在华建有生产基地的外企也要逐渐接受审查。不过，在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强烈反对下，这两家韩企的在华工厂获得了进口相关设备的1年豁免权，原将于本月11号到期。据悉，这两家韩国芯片巨头在西安、无锡和大连建有重要工厂，投资规模巨大，一旦遭遇美方禁令的长臂管辖，将造成巨大损失。韩国媒体认为，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之后，中美达成一些安排。这次美方放宽对韩企在华工厂的芯片设备出口管制，意味着韩国半导体企业面临的最大经贸问题告一段落，也为中韩相关产业链合作继续推进扫清了障碍。 The U.S. government's decision really lifts a huge weight that's been hanging over Korean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since the Washington unveiled its chip export restrictions. It's a huge positive and resolves the one uncertainty that's been really weighing on Hynix and Samsung for the past year. 这一次的他的这样的表态表明呢，美方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违背这个全球供应链这个分工体系、违背市场经济 规律和原则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对华小院高墙式的封锁打压被证明是失效了。那么，我想这样一个决定对于中美科技战或者说科技竞争这个态势的变化将是非常重要的。就意味着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不得不承认。 通过科技封锁打压中国的这样的手段来遏制中国崛起，这样的一种路径是行不通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系统阐述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理念愿景、实现路径、实践成就和世界意义，阐明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行动。 发布会上介绍，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取得了4大历史性成就。我手里拿的是国新办最新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3部分组成，共约2.8万字。 白皮书指出，10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9月和10月，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李克欣介绍，过去10年来，中国同广大合作伙伴一道，搭建起了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引领，以双边、三方、多边合作机制为支撑的复合型国际合作架构。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中方将于今年10月在北京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成果，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李克欣表示，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不仅是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也是各方共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已有来自13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与会。高峰论坛期间的活动包括开幕式、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3场高级别论坛，以及关于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智库交流、联结丝路、地方合作、海洋合作的6场专题论坛，同时还将举办企业家大会。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余名外宾与会。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就对接发展战略、推动互联互通、促进人文交流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布了联合公报。2019年4月，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包括37位外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内的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与会。与会各方达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形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2020年和2021年，中方分别线上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和“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聚焦抗疫合作及促进经济复苏。对于美西方有舆论称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李克欣在发布会上回应指出，“一带一路”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中方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欢迎所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10年来呢，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朋友圈越来越大，充分证明“一带一路”不搞封闭狭隘的小圈子，超越了地缘博弈的旧思维，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范式，是真正惠及各国人民的发展带、幸福路。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在发布会上介绍，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和贸易投资4大方面。其中，在硬联通方面，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运。中欧班列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丝路海运国际航线网络遍及全球，6廊6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个案例呢，就是中老铁路，从2021年的12月开通以来呢，大幅的增加了两国的经贸往来。也强化了中国与东盟的各国的经贸合作，使更多产品呢能够在中国、东盟各方面以及欧洲各国之间呢方便快捷的运输，也为东盟各国更好的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呢，创造了新的优势，构建呢更加紧密的区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了新的机遇。深圳卫视在国庆期间特别推出5集纪录片《丝路奔腾》，立足深圳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打拼发展的故事。
第3集《造链》中就讲述了一个深圳企业家将中国的基因育种技术带出国门，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老挝养殖巴沙鱼的故事。如今，全世界每5条养殖鱼中有3条以上由中国人养殖。而在现代化渔业养殖中，鱼种就相当于现代工业的芯片，决定着渔业的质量和产量。尽管育种技术最初被引进老挝的时候并不顺利，但随着一步步攻克难关，育种杂交后的巴沙鱼已经可以1年捕捞2季。向俊杰和朱志飞在筹划将巴沙鱼纳入老挝舒华食品目录，如果成功，这将是目录中的首个出口鱼类品种。由中国技术和老挝水土共同培育的巴沙鱼即将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希望能够把老挝的巴沙鱼作为一个能够代表老挝国别的一个产品，能够输到中国，卖到欧洲、美国这些地方。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介绍，2013年到2022年，中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大约1300亿美元，不仅有效改善了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提升了互联互通水平，还大力推进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合作。今年前8个月，与共建国家新签的节能环保类项目合同额同比增长22%。丝路奔腾的第4集《逐绿》就将镜头转向南半球巴西的旷野间，40台白色风机乘风起舞。这是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最新投产的风电场。Só a CGN, mas todas subsidiárias da CGN, como a Elecnor, as empresas que vieram a compor a gama da CGN, trouxe melhorias. 中国与全球伙伴共享绿色低碳发展经验。共倡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携手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已进入第4天，死伤数字仍在持续上升。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哈马斯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50周年纪念日的第2天发动了突然袭击，除了火箭弹之外呢，哈马斯进入以色列境内发动攻击，造成以色列人死亡，上百人被带回了加沙地带，成为人质。以色列人认为这是以色列的珍珠港事件，从突然性来说，的确是有相似之处。另外呢，这一次袭击对以色列造成了重创，而且是全方位的重创。除了数百以色列人死于家中，上千人受伤之外，这种人员的死伤意味着以色列建国以来打造的铜墙铁壁出现了很大的漏洞。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军方以及政府呢，都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哈马斯在袭击发生的第3天就宣布已经达到预期目标，对谈判和政治对话持开放态度。实际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甚至可能超出了预期的目标。但是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尤其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实力实在是相差巨大。战争不是哈马斯想停就能停得了的。以色列已经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次袭击与过去20-30年巴以冲突的模式不一样了，而可能是第6次中东战争的模式，对于中东地区将产生超出目前预期的影响。哈马斯为什么会发动这样规模的袭击呢？原因还不可知，但是能够看到的原因包括动员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哈马斯获得包括在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巴勒斯坦的主导权。以色列国内政局动荡，造成的相对弱势，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潮中打入楔子，避免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对于以色列来说，无论是不是珍珠港，内塔尼亚胡政府除了进行全面动员之外，可以说是别无选择。以色列在强邻环伺的环境下立国，并非容易的事情。过去5次中东战争逐渐确立了以色列的军事威慑力，这也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基础。此次哈马斯袭击对以色列的立国基础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冲击。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不仅要复仇，而且要重建自己的信誉以及对反以色列力量的威慑力。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向戈兰高地发射了火箭弹。那您认为冲突会否进一步外溢升级？以色列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包括强化各个阵线，在北部对抗真主党，在约旦河西岸继续开展运动。
以保证国际社会的支持。换句话说，以色列在南北两边都做好了与哈马斯和真主党进行战争的准备，同时在约旦河西岸也要持续行动。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与哈马斯真主党的冲突升级是非常可能的，而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占领也是可能的，战争的烈度会持续升级。而现在需要关注的是，战争的规模或者战场的设定会不会扩大。就目前来看，战争有可能在以色列周边展开，而不会扩大到中东其他地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向美国的媒体放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协助哈马斯策划了袭击。颇为微妙的是，一向对伊朗不客气的美国，这次似乎是有意帮助伊朗撇清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伊朗指挥此次攻击或者幕后行动的证据。如果以色列采信美国的说法，那么伊朗就可以置身事外，至少可以避免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正面的冲突。就目前来说，除了已经发生冲突的以色列、哈马斯和真主党之外，其余各方仍然保持了冷静，冲突限于一定范围之内，这是避免战争升级的重要的方式。但是拆解巴以冲突这颗炸弹，需要冲突各方进行物理隔离和更多的冷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最近的巴以暴力冲突并非是凭空而降，而是源于56年前占领和政治解决无望所导致的长期冲突。这的确是巴以问题的历史根源。对于未来的解决方式，古特雷斯提出，以色列必须能够看到其合法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而巴勒斯坦人必须能够看到实现其独立建国的清晰的前景。这也是中国一直倡导的两国方案。建立巴勒斯坦国能够消解巴勒斯坦人的屈辱，也能够让以色列在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基础之上获得安全。当然呢，要实现这样的前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值得各方努力和追求的目标。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外界注意到，冲突双方都在拉域外国家给自己撑腰。美国还派出了航母前往附近海域，并计划提供军事援助，但总体表态谨慎，要求不得开辟第二战场。外界认为，控制冲突烈度、谨慎克制才是停火止战的唯一途径。巴以冲突进入到第4天，多国证实有本国公民遇难、受伤或失踪。美国总统拜登周2发布声明证实，至少11名美国公民在已遇难。谈及哈马斯武装掳走的人质问题，拜登也在白宫声明中强调，已要求安保团队与以色列方面就应对人质危机进行密切合作。法国外交部同日证实，4名法国公民在已丧生，另有13人失踪。菲律宾外交部周2确认，目前有7名菲律宾人下落不明。在以同胞的安危同样牵动国人的神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2在记者会应询时强调，现阶段如有中国公民自愿离开巴以，我们将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全力提供协助。外交部已指导相关驻外使领馆全力搜救相关的失联人员，敦促外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有境外记者就是否有2名中国工人丧生提问，汪文斌也做出最新回应。中方正在持续的核实和了解当中。外交部已指导相关驻外使领馆全力搜救相关的失联人员、救治伤员，敦促外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据我们了解，中方伤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总体稳定。巴以7号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后，北方相邻的黎巴嫩随即卷入战火。外界认为，这将让以色列受到南北夹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被认为是以色列在中东最大的敌对势力之一。据法新社报道，8号黎巴嫩真主党使用大量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了以色列一侧沙巴阿农场地区的3处以色列军事设施，包括一座雷达站。أرواحنا معكم تاريخنا وبنادقنا وصواريخنا معكم وكل ما عندنا معكم。但也有消息指出，这次袭击是由另一支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发动。黎巴嫩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布·哈比卜则赶紧灭火称，真主党承诺不参与任何敌对行动，除非以色列先行挑衅。
美国国防部一名高官警告黎巴嫩真主党，不要开辟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条战线，这是错误的决定，美方对此深感担忧。该官员还表示，美国决定向地中海东部海域部署航母战斗群的原因之一，就是提醒真主党等组织不要质疑美国支持以色列防卫的承诺。以色列军队当天发射重型火炮予以还击，并出动直升机对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实施空袭。此外，还打死多名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方区域的武装人员。9号有当地媒体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再次交火，以军的边境地区军营遇袭，但规模不大。以军则向黎巴嫩边境派遣大批部队。We're also looking at the north. There's been some unrest this morning in the north. I hope Hezbollah and Iran don't do the mistake of joining in.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言人表示，正与有关各方进行联系，努力控制局势，避免事态升级。联黎部队呼吁各方立即停止越过蓝线采取行动。2000年，联合国在黎以边界划定了一条临时停火线，被称为蓝线。外界注意到，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成员主动向美国媒体喂料。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他们的话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帮助哈马斯策划了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并于2号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次会晤时同意发动袭击。消息还称，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成员自8月开始，每2周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面一次，共同商讨策划空中、陆地和海上发动进攻。但这种说法被伊朗断然否认。8号，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否认参与哈马斯发起的军事行动。伊朗政府声明称，我们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不过我们并没有参加哈马斯的行动，这纯粹是巴勒斯坦自己的决定。哈马斯高级官员马哈茂德·米尔达维当天也证实，袭击是哈马斯自己策划的。他强调，这是巴勒斯坦人和哈马斯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官员也赶紧出来否认伊朗卷入其中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强调，截至目前没有发现伊朗与袭击有关的证据。Secretary Blinken, do you have evidence that Iran directed this attack? There's a l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ran and Hamas. In fact, Hamas wouldn't be around in the way that it is without the support that it's received from Iran over the years. In this specific instance, we have not yet seen evidence that Iran directed or was behind this particular attack. 但目前美国党争白热化，共和党对布林肯的说法进行了围攻，并将以色列遭哈马斯袭击归咎于拜登政府上月的一项决定。拜登上月通知国会对60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进行了豁免。共和党人暗示这笔资金流向了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尼基·黑利就炮轰布林肯。I actually think it was irresponsible for Secretary Blinken to say that the $6 billion doesn't weigh in here. What happened was those funds were sent to Hezbollah in Lebanon. They were sent to Hamas in Gaza. They were sent to the Houthis in Yemen. 黑利还警告称，美国应将哈马斯的袭击视为警钟，伊朗有可能通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深圳卫视注意到，黑利高调表态与他有意参选美国总统有关。今年2月，黑利宣布参与角逐共和党党内提名，出战2024年总统选举。他成为了挑战前上司前总统特朗普的第1位共和党人。美国媒体曾报道称，他的竞选经费十分充足。布林肯所谓的伊朗并未卷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实际上呢，并不是替伊朗进行开脱，而是希望在局势未明之前，不要过早的下这样的一个定论，从而缩限了美国政府后续的一个战略的回旋空间和一个政策的选择余地。但是共和党的立场就与此不太相同。那么共和党的话呢，一方面它是与以色列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的密切，也是比较友好的。那么停以是共和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另外一方面，共和党也希望将此事作为一个可以攻击民主党的这样的一把利器。据英国金融时报8号的报道，7号的袭击后，哈马斯军事部门指挥官穆罕默德·戴夫发布视频宣称，是他策划实施袭击。报道称，对戴夫来说，这次袭击是他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一次。
戴夫的代号为客人，因为为了躲避以色列情报官员，他每天晚上在不同的人家中过夜。戴夫是哈马斯下属武装组织卡桑旅的负责人，在过去的26年中，他一直是以色列的头号通缉犯。在近期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以军曾2次试图对其进行清除，但均未成功。冲突发生后，美国防长奥斯汀2度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奥斯汀表示，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加强威慑。同时，五角大楼已派出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向东地中海进发，其中包括福特号航空母舰、巡洋舰诺曼底号以及导弹驱逐舰托马斯·哈德纳号、拉米奇号、卡尼号和罗斯福号。美国还采取措施增强该地区的美国空军 F-35、F-15、F-16和 A-10战斗机中队，但美方高层目前强烈否认将派遣地面部队前往以色列的消息。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any more U.S. troops be deployed in addition to the carrier that's been put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Mediterranean? We will always do what we need to do to look after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defend our interests and our security commit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include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at's why you saw a carrier strike group now moving into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But we're always going to look after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There's no plans to put U.S. boots on the ground here, but again, we're always going to look after our interests. 对于美国可能要同时对乌克兰和以色列2国提供军事支援的问题，科比表示，美国是一个大国，有充足的经济能力，可以同时支援2个国家。外界注意到，7国集团国家中，除了日本，都发表了谴责哈马斯的声明。除了美日之外的5国领导人9号晚还进行通话，并发表联合声明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和共同朋友，将保持团结和互相协调，以确保以色列能够保卫自己，并最终为和平与一体化的中东地区创造条件。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仅仅是在政治宣示方面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这样的一种表达对于来和平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也可以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令无辜平民遭受了巨大损害，我国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日经新闻指出，这显示在意识到与结成同盟的美国保持一致步调的同时，考虑到大部分原油依赖中东的情况，日本将摸索不偏向其中一方立场的自主路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就巴以局势发表谈话，呼吁有关方面打破恶性循环，通过谈判实现巴以乃至中东地区的长期稳定。Israel must see its legitimate needs for security materialized, and Palestinians must see a clear perspectiv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own state realized. Only a negotiated peace that fulfills the legitimate national aspirations of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together with their security alike, the long-held vision of a two-state solution in line with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evious agreements, can bring long-term stability to the people of this land and the wider Middle East region.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进入第4天，双方死亡人数升至约1600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称，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对哈马斯发动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国防部长下令全面封锁加沙地带。同一天，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也表示，对于以色列的袭击，巴勒斯坦人有权自卫。而曾取得骄人战绩的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为何效果不佳，也引发了外界的讨论。Israel is at war. We didn't want this war. Hamas will understand that by attacking us, they've made a mistake of historic proportions. We will exact a price that will be remembered by them and Israel's other enemies for decades to come. 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详细阐述了以军反击的几大战略目标，包括重新控制领土并消灭以色列境内的恐怖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对哈马斯进行大规模打击，强化各个阵线，在北部对抗真主党，在约旦河西岸继续开展运动，以保证国际社会的支持，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全民团结一致，应对国家危机。内塔尼亚胡称，目前仍有大量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以色列境内，以政府将消灭这些武装人员，并重新控制这些地区。מה שנעשה לאויבינו בימים הקרובים יהדהד אצלם לדורות.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他已下令以军全面封锁巴勒斯坦加沙地带。מצור מוחלט על העיר עזה. אין חשמל, אין מזון, אין מים, אין דלק. הכל סגור. אנחנו נלחמים בחיות אדם ואנחנו נוהגים בהתאם. 内塔尼亚胡，我们知道他是现在以色列政府内右派强硬派的这个代表性人物。袭击事件，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事实上，以色列内部已经有一些内乱或者是一些动荡的这样一个局势的出现。那么现在有了这次哈马斯袭击事件出现之后，使得整个现在以色列内部，不管是从国民也好，还是从政府的这些层面也好，也是非常的团结。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以军应该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同日，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举行的美洲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交火是以色列政府政策导致的结果。该政策实施的是形势最恶劣的侵略和谋杀。إن إسرائيل هي دولة عدوان واحتلال ومن حق شعبنا أن يدافع عن نفسه وقد أوضحنا ذلك لكل الذين لا يرون إلا بعين واحدة والسيد الرئيس ونحن معه يدير تحرك إقليمي ودولي من خلال اتصالات مع زعماء العالم هدفه وقف العدوان عن شعبنا. 加沙地带宽10公里，长41公里，是巴勒斯坦的一块飞地，被以色列和地中海包围，有超过200万人住在那里。这意味着每平方公里大约有5500人，是以色列人口密度的约14倍。住在加沙地带的大多是巴勒斯坦人，以及部分历史上因躲避军事冲突而逃离至此的以色列难民。这里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将近40%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2007年以来，加沙地带由哈马斯治理，也是从这一年起，以色列视加沙地带为敌对领土。有居住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表示，他们接到以色列安全部门的电话或短信，要求他们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10号凌晨空袭了加沙地带的多处目标，加沙地带周边多个定居点拉响警报。报道还称，加沙城以西的一座住宅当天遭到以军袭击，导致多名记者伤亡。为阻击以色列军队，哈马斯武装人员使用了迫击炮轰炸了卡法尔萨阿德定居点。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透露，以军的轰炸已经造成至少6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虽然当地的医疗和救援机构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但不断攀升的伤亡人数加上以军全面封锁，导致医药匮乏，令医疗机构不堪重负。القطاع الصحي يئن تحت ضربات هذا الحصار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ستهلكات الطبية والأدوية والأجهزة غير متوفرة في قطاع غزة. 外界担忧加沙地带爆发人道主义灾难，除了救死扶伤工作进展困难，大量住宅在战火中被毁，也导致大量居民沦为难民。短短3天内，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就接近3万人。نتوقع أن تأخذ هذا الشكل من العدوانات مزيد من الوقت على سكان القطاع ومزيد من المآسي التي تحدثها آلية الحرب الصهيونية على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في كل المجالات. 以军透露，他们已经基本控制了以色列南部地区，并恢复了对边境的完全控制。以军强调，从当地时间9号晚上至今，没有哈马斯武装人员越境进入以色列，不过仍然存在军事渗透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称，以色列动员了30万预备役军人，并向南部派遣了部队和坦克，为下一阶段行动做准备。外界担忧，以军行动将转入地面战阶段，这将造成更大的伤亡。我们现在呢是在以色列最南部的城市之一阿什凯隆。那现在呢，看到铁穹系统在我们的头顶上空呢正在拦截这个从加沙地带发来的火箭弹。现场我们听到这个空中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不久前，阿什凯隆刚刚遭受火箭弹袭击的地方。那在我们赶来以后呢，这个袭击产生的大火已经是被当地居民所扑灭了。但是现在空气中还弥漫着非常浓烈的燃烧物的味道，并且呢，在城市的上空还频繁地传出这个爆炸的声音。They was at the safe house and they get panic. They call us hysterical, and that's what you see now. It's all ruined.
让西方媒体惊讶的是，面对哈马斯发射的数千枚火箭弹，以军以往战果辉煌的铁穹拦截系统这次却效果欠佳。美国《纽约时报》8号称，哈马斯找到了以色列防御系统的漏洞。据介绍，目前以色列采用分层防空体系，其中剑2、剑3反导系统负责远程防空，大卫投石索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中程防空，铁穹防空系统负责近程防空。此外，以色列还从美国引进多套爱国者系列防空反导系统。铁穹是一套全天候的机动型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研发，主要用于拦截5到70公里范围内的火箭弹，也可以用于大口径炮弹、亚音速飞机等多种目标的拦截。由于哈马斯等武装发射的大量简易火箭弹成本低廉，使用昂贵的传统导弹进行拦截非常不划算。2007年，以色列决定大规模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值得注意的是，铁穹系统反应速度很快，在侦测到来袭目标后，可在1秒钟之内判断其落点，并根据不同威胁程度自动选择更危险的来犯目标。而哈马斯这次正是利用了铁穹的这一漏洞，利用大量火箭弹进行饱和式攻击，这样铁穹系统的计算机就会忙于通过计算寻找威胁程度更大的目标，从而漏掉其余的火箭弹。而每套铁穹一次只能安装20枚拦截弹，这意味着最多只能拦截20个目标。发射完之后的装填弹药较为费时。哈马斯它所使用的这个火箭弹、火箭炮已经进化了，不再是之前这个非常简陋的这个焊接式的这个发射架，还有这个利用民用这种钢管来制成的比较粗糙的那种土制的火箭弹。那么这一次我们通过哈马斯它所发布的视频，包括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是非常正规化、标准化制造的15连装的管式的发射架。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可以想象，至少有300枚这种火箭弹就可以很短时间发射出去。这种密集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那么对于以色列的这个铁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巨大的压力。《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以往哈马斯发起的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实际上规模有限，而7号他们在20分钟内连续快速发射数千枚火箭弹，超出了铁穹系统的拦截能力，这让铁穹系统在最初的拦截行动中就耗尽弹药。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网站8号报道称，哈马斯击败铁穹系统的战略核心在于火箭的制造成本远低于拦截导弹，这使其成为一场看谁将首先耗尽弹药的竞赛，防御方显然更为吃亏。保加利亚军事网8号称，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以军发射了至少1枚昂贵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爱国者拦截弹的单价约合人民币3300万元，这种费效比非常低的罕见场面，似乎也证明以军拦截系统不堪重负。